注意看，前方右侧氛围灯已经等候多时，不起眼的破太器也早已准备就绪。如果你是这位老哥，你会怎么操作？只见老哥佯装右转，突然一把方向把悬挂拉到极限，一个假动作成功晃飞破太器，接着便油门焊死。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阿瑟盯上了一辆黑色的本田，原因居然是因为这位老哥通过路口没有减速，加上转弯不打转向灯。好家伙，这要是到武汉来根本抓不完。而当阿瑟打开氛围灯后，老哥的行为反而愈发激进，这反常的行为让阿瑟立刻察觉，这老哥身上可能有着更严重的事儿。此时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60公里每小时，眼看前方的 NPC 变多，老哥立刻展示起了才艺。殊不知队友早已在前方等候多时，这对 NPC 就是被阿瑟给压下来的。当老哥绕开车流，发现破太器早已等候多时，留给老哥的距离所剩无几，但他却在第一时间找到了破太器的缺口。该说不说，这老哥确实有点东西。镜头放大一看，这居然还是一辆号称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法拉利。想当年买这台车可是要加价好几万才能排队的，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开的正是这台车。你们当时加了几万，等了多久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这款美版的时代思域搭载2.0自吸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58，另外还有2个 1.5T 不同功率的版本，其中高功率的 SI 版最大马力205匹。虽然动力不如阿瑟的探险者，但老哥却是相当灵活。这突如其来的右转让阿瑟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老哥也是趁机把脚伸进发动机里帮忙蹬了几圈，一举将阿瑟远远的甩开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已经离开了威斯康星州，进入了隔壁伊利诺伊州的地界。但你猜为什么阿瑟还没有放弃？这是因为这2个州有互助协议，专业术语叫做 Mutual Agreement， 不仅招呼都不用打就可以进入执法。甚至伊利诺伊州的阿瑟在接到消息后，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这时前方的老哥突然减速，仿佛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原来是路上刷新了一条破太器。只见老哥佯装右转，骗阿瑟拉动破太器，接着迅速反打，用一个精彩的假动作将破太器给晃开，接着油门焊死拉开距离。这一套操作下来行云流水，堪称完美，将阿瑟的埋伏轻松摧毁，让阿瑟的计划全都白给。才短短的3分钟就躲开了2次破太器，而且表现得还相当轻易，看来老哥小心有戏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是什么战力。好，5星巅峰！没有想到这居然是老哥的晋级赛，阿瑟可不想当垫脚石，于是立刻向队友呼叫，请求支援。而此时前方的队友建议他用妙界 Z7 艾灸坐垫足浴桶解乏，仿人手按摩加恒温泡脚，还能做艾灸热敷坐垫，充当沙发凳也不占地。今年我这最便宜，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。体虚胃寒的兄弟们，秋冬养生别光泡脚，加上艾灸热敷才能活血驱寒、舒筋活络，提高免疫力，效果是1+1大于2。用妙界泡脚不用起身加热水，它能设置35至48度恒温，底下的按摩滚轮，学习大师手法，滚揉按压足底穴位，用涌浪活水解压，配上送的泡脚药包，泡10几分钟身体就会发热。顶盖盖着是坐凳，既能坐也能翘，拿下来就是艾灸坐垫，暖臀暖脚暖腰背，泡完脚提手一拉，排水口一开就不用再管了，长辈用不费事，还做了水电分离和过热保护，创新 UV 管路杀菌，按摩垫可拆洗，一家人轮番用也放心。快趁着双11领券入手，全年底价，保价送运险，我这还送60袋泡脚药包，1年换新期，2年质保，喜欢就上车。而此时前方的队友早已准备好的第3条破太器，大老远的看见氛围灯，阿瑟就开始减速，看来是准备上演帽子戏法。但事不过三，这位阿瑟吸取了前2位的教训，一直到老哥没有能躲开的距离，阿瑟才缓缓拉动破太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留了半截在最左侧的车道，这一下让老哥避无可避，压了个正着。这明明都是同样的长度，但有的人技术好，就是能达到不一样的效果。所以说兄弟们技术还是得练啊。该说不说，这位阿瑟有2把刷子，现在确定老哥右侧2条轮胎都已经中招，再跑一会儿轮胎必定报销。而老哥也借着这轮胎的最后一口气疯狂反扑。阿瑟的雷达显示，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，看样子也是豁出去了。而这里也有一个小技巧，如果轮胎爆掉了，你还想继续跑，那就千万不能踩刹车，这样不仅会加剧轮胎的损耗，速度一旦掉下来，也很难再跑上去。
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，你们肯定很好奇，这位阿 Sir 为什么不上去贴贴？难道是因为前面有 NPC 吗？其实不然，在美国不论哪个州的阿 Sir 想要执行 PIT 都需要考证才行，而且这个证还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考。首先州警肯定是必考的，而市局的阿 Sir 能不能考，就需要根据每个州的规定来。那么很明显，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只小黄鸡，它就没有考，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明明出现了多次可以贴贴的机会，它都没有行动。但这也不代表它就没办法了。趁现在老哥的车速慢了下来，他准备超过老哥将他逼停。这一招配合身后赶来支援的队友，想必能够将老哥轻松拿下。此时老哥被前后夹击，右侧的轮胎也已经开始冒烟，这顿时就让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。他左突右闪，不断的寻找机会突围，但已经破掉的轮胎无法给他提供足够的动力超越前方的阿 Sir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铤而走险，破而后立。这一下变道，不仅主动的和阿 Sir 来了一个贴贴，还趁着路口去到了对面车道。都这样了，居然还能拉扯，阿 Sir 也是拿他无可奈何，只能硬着头皮编了过去。面对比你少2个缸还少2个轮胎的对手，叫了队友还迟迟无法拿下，多少也是说不过去了。但这就是此时几位阿 Sir 所面临的情况。在这个路口，阿 Sir 想要过去帮忙，却发现老哥一个灵活的走位又回来了。虽然贴贴了一下，但这一下阿 Sir 仿佛是被动的，老哥没有任何影响。这阿 Sir 的证该不会是买的吧？但失去了2条轮胎，对于一辆车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。哪怕是8星大佬来看，恐怕也只能劝他节哀。好家伙，都这样了，老哥居然还能突围，但可惜后劲不足，小黄鸡很快就再次追回。果然是晋级赛，都这样了，老哥都没有选择放弃，看样子是只要车还能动，就准备硬刚到底。该说不说，这思域的质量确实挺好。有没有开这个车的小伙伴分享一下你的用车体验？此时阿 Sir 准备关门，彻底封住老哥的走位，没想到这一次又是老哥主动靠了上来，这个角度把对面的皮卡给吓了个够呛。好在老哥及时救车保住 NPC， 才减少1条罪名。而这第3位阿 Sir 看了许久，早就已经等不下去了，他来到第1顺位，上去就给了老哥一个贴贴，眼看差点又要撞上路边的皮卡，老哥连忙救车。好家伙，为了减轻罪名也是操碎了心。看见老哥这么能折腾，队友实在受不了，上去就是一个左右开弓2连击。阿 Sir 也是连忙加入，开启了组合技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最后一波毫无技巧，全是恩怨。眼看晋级无望，老哥连忙伸出手掌，细节展示颜色，生怕慢一点阿 Sir 就会开枪。我们之前也提过，威斯康星州的阿 Sir 开车不行，开枪却是第1名。小黄鸡的枪法众所周知，这就充分的诠释了为什么老哥在车还能开的时候怎么都不放弃，被截停之后立马就下车投降。看来作为本地人，老哥对阿 Sir 的特性了解得相当清楚。就这样，在多人合力下，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马可，阿 Sir 在他的车里找到了大量的管制药品和一把手枪。而老哥之所以不停车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以为去了伊利诺伊州、威斯康星州的阿 Sir 就会放弃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作为本地人也有失算的时候。最后，这位老哥被指控危害公共安全、逃离警察、非法持有管制药品和非法持有枪支等多样罪名。最初的保释金定在了5万美刀，但将阿 Sir 没有想到的是，法官以老哥没有伤害 NPC 为由，将保释金降到了1.5万美刀。结果是第2天老哥就回家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